大家好，我是短把行为，今天我们来讲《一拳超人》的238话。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请帮我点到5000个赞支持 UP 主一下吧。虽然这集依旧是一些无关紧要的搞笑日常，不过封面的文扬还是相当给力的。相比之下，光头正在面对的双马尾龙血暴走萝莉就让人有点难顶了。光头好像是刚好路过遇到了这个妹子正在拦路打劫，然后他就变身为了一个极度丑陋的怪物扑向光头。当然了，在一阵欺凌无比的惨叫过后他结束了自己短暂的演艺生涯，解决完了这个怪物，几个打扮得像中世纪士兵的人向光头表示了感激，并且说明了他们被打劫的原因。传说曾经有个叫做残酷龙的破坏神肆虐大地，人类拼尽全力将它封印在了9个石头里面，并且将封印石分散在了世界各地。这些穿着盔甲的士兵世世代代都守护着封印，而与之对立的忍者军团则是认为自己有着龙之血脉，想要复活魔龙。两大组织已经斗争了长达800年之久了。光头刚才打倒的双马尾就是前来抢夺封印石的敌对组织干部，但是看光头的表情，他好像对于这个又臭又长的故事完全不感兴趣啊。虽然士兵们极力赞美光头的行为是拯救了世界，但后者却解释自己只是正好碰到了非法行为，路见不平罢了。这时呢，在地上苟延残喘的反派小兵说出了很常见的套路台词，总有一天我们会把残酷龙大人给复活的，到时候世界将会化为灰烬。我杀青了。结果呢，还没等那个反派晕过去，光头就一桶凉水把他给泼醒了，然后向他问了个非常抬杠的问题。也说的要复活魔龙，那具体是指哪一天呢？反派小兵直接都给整不会了这谁知道那快的话10年，慢的话说不定100年、1000年也有可能不过就算我们组织没有成功的话，也会有人前赴后继的去完成这伟大的使命的。正所谓子子孙孙无穷尽也我杀青了。这个光头他再度用水泼醒了反派，说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提议。既然那个魔龙迟早都要复活的话，不如现在就直接把他给召唤出来弄死吧，毕竟不把他彻底给消灭了，人类以后还是可能会面临灾难的。一旁的小兵们都听傻了，你搁这儿卡 bug 是吧？然后就看见奇月抱着反派在全世界飞奔，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收集着封印石。好嘛，还有龙珠雷达是吧？那接下来该不会要召唤神龙了吧？收集完封印石过后，光头他们来到了一个古老的神殿，轻描淡写的干死了守门的小 boss。接着光头提醒反派，麻烦你这个复活仪式什么的搞快一点，我还要回家和 King 打游戏呢。说罢，在一阵魔法爆发出的异色火光过后，沉睡许久的灭世魔龙他终于是苏醒了。被封印了这么久，他心中的怨念已经是积蓄到了顶峰，一上来二话不说就要一口火摧毁掉整个世界就这样，魔龙在一个光头的殴打之下化为了肉泥，士兵们欢呼雀跃，反派们则是绝望痛哭。在未来的世界里再也不会有什么勇者斗恶龙的传说了。这个无厘头的小故事总算是告一段落了。光头回家过后和 King 抱怨起了自己的离谱遭遇，这时呢，突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二人还以为是杰诺斯，结果开门一看，却是闪光弗莱士。他又在到处发那个大眼仔的寻人启事了。闪光还非常不要脸的对光头说道：奇遇，你如果来帮我一起找人的话，我没准会考虑让你当我的头号大弟子哟。干得漂亮对于这种臭屁小白脸，当然是要让他吃闭门羹此时隔壁的杰诺斯也发现了有不速之客，光头对于这种打怪兽以外的社会交流只觉得是非常麻烦不过下一秒就听见闪光在门外威胁道：我是找你商量正事的，再不开门的话我就要一脚给你踹开了。接着就听见闪光和杰诺斯在门外激烈对峙，然后公寓大楼突然就开始震
晃动了起来，甚至还听到了爆炸的巨响。光头倒是一副没事人的样子啊 ，King 都已经快要被吓死了，他连忙呵斥光头：“你还愣着干什么呀？那他们指定是打起来了，赶快出去劝架呀！”果然啊，光头一开门就看到了满屏幕的打击特效，才刚修好的走廊护栏又被两个人搞得是破破烂烂的了。在光头的严厉警告下，两个人总算是停手了。闪光转头就开始向光头发难：“奇遇，你这个人真的是太不够意思了！我是听说你升到了 A 级，特地赶来祝贺的，结果你就是放条狗出来咬我，是什么意思啊？”杰诺斯非常的看不惯闪光，但是不想光头和他还真有点交情啊。然后呢，光头就非常撇脚的介绍大家认识：“哦，这位就是在怪人协会篇和我在地下一起打过洞的英雄刘海大神。” King 慌忙提醒光头：“你不要乱说话，奇遇，对面可是 S 级英雄，人称。”慢着！闪光当即打断了 King 的提醒：“你这个样子惯着奇遇，什么都提醒他，他就会养成坏习惯，那以后还怎么成长啊？奇遇，你就靠自己努力的回想起我的名号来吧！”我靠，这个逼还真把自己当成是光头的师傅了。然后光头就像是班上成绩不好的小孩，在那里支支吾吾的开始拼写名字。最后呢，他突然是灵光一闪呐、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肩胛骨粉碎机是吧？由于闪光和肩胛骨这两个的日文读音很像啊，所以被光头给念错了，这也是故事里中文有些难以 get 到的笑点了。然后暴怒的闪光直接冲进了房间，恨不得弄死光头啊！接着他关上了门，准备与光头展开亲密会谈，其实就是想收光头为弟子的事情。闪光表示自己见识过光头强大的身体能力，不过那只是毫无技术可言的单纯力量。如果光头能够接受闪光的指导，以后定能够发挥出更大的实力啊！我看你单纯就是想拉拢一个强力的帮手吧。这时杰诺斯在门外实在听不下去了，他强行从偷窥用的密道里面挤了进来，表示：“哎呀，别整那些有的没的了，你之所以拜托奇遇老师找大眼仔，是和那个神明的事情有关的吧？”后者也坦白道：“我确实是有这个考虑，因为闪光想要知道爆破和神明战斗的具体内幕，而大眼仔是其中的知情者。闪光甚至感觉自己离神明的真相已经是越来越近了。那股足以操控怪人、蛊惑英雄的巨大神秘力量究竟是什么？为了调查这件事情啊，我们责任重大。”闪光突然变作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啊，站起来说道：“来吧，秃头披风，跟上我的步伐！”光头居然真的跟着站了起来，两个人就这样走到了门前。太对了，维护世界和平什么的先放一边啊，光头最讨厌的就是别人直呼他那个可怜的英雄名了。不过杰诺斯呢倒是对老师羞辱闪光的行为啊感到非常的满意，后者此时已经是忍无可忍了。他妈的，你个臭光头，居然敢2度用门板呼我！愤怒至极的闪光一脚就踹飞了光头家的大门，他恶狠狠地盯着光头说道：“来吧，奇遇，老子给你单挑，让你这种毫无理数的小鬼见识一下成年人世界的恐怖。”本话结束。